青海海西，一只小驼羔独自出现在主人家门口，来回踱步，表现得十分急躁。主人看见这只小驼羔异常的表现，又没看见母骆驼，心中一沉，只怕是母骆驼出了事儿。这里是万物灵，欢迎关注熊探长，带你探索有灵万物。主人对这只母骆驼的印象很深，这只母骆驼已经陪伴了他们30多年，生了13只小骆驼，年老体弱，平时连草都快嚼不动了，还经常跟不上驼群掉队。对于这只母骆驼，主人也十分有感情，连忙和他父亲开车朝着小驼羔来的方向搜索。几经波折后，他们在40公里外发现了被困洪水无法动弹的母骆驼，也就是说，小驼羔穿越了40多公里跑回主人家报信。骆驼主人和他的父亲尝试了一番，还是没法把母骆驼救上来，最后还是在邻居大哥的帮助下才把母骆驼抬出洪水。此时距离母骆驼被困洪水已经4天4夜，刚被救出来就开始到处找孩子。由于他躺了太久，四肢无力，时不时还会栽倒，主人只能一边安抚他，一边给他喂食，牵着他走了4个小时才到马路边上，带上车开回家中。骆驼母女团聚之时，小驼羔马上迎了上去。看到这温馨的一幕，主人也是感慨万千。对于这只奉献了一生的母骆驼，主人也决定以后也会好好养着，给它养老送终。网友也不禁感慨，万物有灵，动物之间也有着真挚的情感。在2020年，内蒙古的一只骆驼也因为思念家乡而独自踏上回家之路。这只骆驼也同样年迈，在19年被主人卖给了想养殖骆驼但又没有养殖经验的朋友。因为驯养后的骆驼比较温顺好养，但他们没想到，时隔1年以后，这只骆驼竟然会自己穿越100多公里，跨越围栏和高速公路，想要返回家中。不少路人拍下了这只孤独又伤痕累累的骆驼，坚定地走在回家路上的照片。主人看到这些照片后心疼不已，于是联系买家把这只骆驼换了回来。换回骆驼后，主人一家也决定把它放回驼群中，好好奉养起来，以后都不会再动这只骆驼。俗话说老马识途，专家认为骆驼也和马一样，能够依靠嗅觉、视觉和记忆力，通过不断对比外界信息，寻找归家的路途。这也是他们能穿越数十上百公里回家的原因。骆驼的寻路能力很强，但是能成为沙漠中最大的草食动物，沙漠生存才是它的拿手好戏。骆驼大多生活在戈壁荒漠之中，有着沙漠之舟的美称，能够在酷热的沙漠中行走，1个月不需要进食，2周不用喝水，而一次喝水就能喝下近100斤水。那这些水都去了哪儿呢？它们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背上的驼峰。因驼峰的数量，骆驼又被分为单峰驼和双峰驼。许多人认为骆驼的驼峰中储存着水分，可实际上驼峰中储存的是脂肪。虽然理论上脂肪也可以在氧化后产生水、二氧化碳和能量，而且1克脂肪能产生1.1克水，但这个方法需要大量的氧气，增大呼吸时同样会呼出水蒸气，导致水分减少，反而得不偿失。因此，骆驼到底能不能用驼峰的脂肪获得水分，仍然具有争议。在骆驼的瘤胃中，被肌肉块分割成若干个毛囊，也被称为水囊。有些人认为骆驼就是将水都储存在水囊中，但实际上这些水囊也只能储存5到6升水，而且还会和瘤胃中的食物混合，导致难以利用，并不能算有效的储水器。而除了驼峰和胃，骆驼身上也没有其他可供储水的器官，因此它其实并没有专门的储水器。骆驼喝水只是为了补充体液，将之恢复到正常水平。在骆驼的血液中有一种特殊的高浓缩蛋白质，具有超强的保水性。这种蛋白质能够在极度缺水时仍然维持骆驼血液中的水分，保证血液的持续循环。而骆驼的血红细胞也和其他动物不同，呈现独特的椭圆形，不仅能在缺水时在体内继续流动，让氧气在体内完成循环，而且更加稳定。在骆驼大量饮水时，血红细胞不会因为渗透压的快速改变而破裂。通过这2项特殊之处，骆驼才能在干渴情况下一次能够喝下接近100斤水。它喝下的水分早就通过血液输送到了全身各处。骆驼本身并无专门的储水器官，它耐饥渴的真正原因主要是因为它全身的各种节水措施。骆驼的鼻子十分神奇，
它可以闭合鼻孔，以防止沙子进入。在身体大量消耗水分时，骆驼的鼻腔里还会分泌液体，生成一层膜，在呼吸时冷却呼出的水蒸气，再通过鼻腔黏膜重新吸收，甚至在空气比较湿润的时候，还能反过来汲取一点水分。为了节约水分，骆驼的汗液和尿液也极少。别看它一身厚厚的毛发，但这层毛发能帮助它反射阳光，而被剃毛的骆驼出汗量反而会增加50%。骆驼身上的汗腺很少，只有在体温高于41度时，它才会开始出汗。骆驼通过这种少出汗的方式，一天能省下5升水。而且，骆驼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才会排尿，它的肾功能十分强大，因此尿液也是经过重重吸收，变得浑浊且粘稠，排出的粪便甚至干燥到可以直接用来点火。骆驼本身还能忍受高达自身体重25%的水分流失，而这种程度的水分流失放在非沙漠哺乳动物身上往往是致命的。除此以外，骆驼还会食用仙人掌这种充满水分的植物来补充水分。虽然仙人掌满身尖刺，但骆驼自有应对之法。骆驼的嘴唇非常厚且粗糙，上嘴唇却非常灵活，能够轻松地取食仙人掌。而骆驼的口腔内壁也进化出坚硬的角质突触，将仙人掌吃进口腔后，骆驼就会靠牙齿和这些突触将仙人掌嚼碎。骆驼分泌的口水也能很好地软化仙人掌刺，防止扎伤食道。通过这些能力，骆驼成为了沙漠中最大的食草动物，也被人们冠以了沙漠之舟的美誉。在我国，野生双驼峰数量仅有1000头左右，属于国家1级保护动物，同时也是被全世界认定的极危物种。不过，人工饲养的双峰驼却不属于保护动物。有些观众朋友可能会感到疑惑，野生骆驼和家养骆驼难道不是一种吗？实际上，它们还真不是一种。根据研究，野生骆驼和家养骆驼的祖先在80万年前就分道扬镳，家养骆驼的祖先逐渐在野外灭绝，而野生骆驼却生存繁衍了下来。它们根本是2个物种，虽然外貌相似，但基因上已经完全不同。比如，野生骆驼能够饮用海水这样的咸水来生存，这种能力在哺乳动物中唯有野生骆驼拥有，连家养骆驼也做不到这点。野生双峰驼也因此被认为有极高的科研价值。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，欢迎点赞、评论加关注，您的关注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。